男人明明被欺负致死，可体内却没有检查到任何体液。他的胸部有好几处抓伤，但是并没有充血、红肿等生活感，是死后伤。死者外衣有明显的撕裂伤和擦伤。6点钟，12点钟方向有2处明显的半月形挫伤，应该是指甲造成的，并且伴有明显的红肿和充血的生活反应。更震惊的是，法医在尸检后发现，男人的下体竟被凶手割掉带走收藏。正当案件一筹莫展时，刑警只是看了一眼男人的百度贴吧，瞬间发现了破案关键。而事情还要从不久前说起。这对情侣最喜欢把车开到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找乐子。就在小伙准备一触即发之际，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位同样正在找乐子的同行。小伙心想，自己的事随时能来看别人，现场直播的机会可不是每天都有。动了歪心思的小伙立马拉着女友下车，打着手机想去一探究竟。然而来到车前的小伙却被吓了一跳，本以为精彩的车内居然只躺着一个男人，车内的男人脖子上紧紧拉着一条领带，早已没了气息。特意犯罪调查科的会议厅内，专家紧急召开会议，对这次命案进行研讨。这已经是本市1周内发生的第3起手段类似的凶杀案件。案件中遇害者均为青年男性，被发现时都赤身裸体，被勒死在位置偏僻的私家车内，脖子上系着一条阿玛尼豪华领带。更残忍的是，遇害者的器官均被凶手干净利落地割下带走，而现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与凶手相关的痕迹。结合受害人尸检中查出微量致幻剂的尸检结果，专家推理认为，凶手很有可能对生活检点的男性抱有极大恨意，因此通过色诱的方式使被害人上钩，并在约会行为过程中趁机将其杀害。完成杀人的凶手还会一刀切走被害人的重要器官，作为自己的战利品。面对这样一个冷静又变态的连环凶手，特意犯罪调查科决定立即抽调警力，成立专案组进行案件侦办。专案组由科内专家叶警官牵头，同时挖取了3位来自其他部门的尖兵作为调查组成员。而在小组第一次碰头会上，刑侦经验十分丰富的大雷指出，在3年前的一起浴室杀人案里，凶手杀害的男化学老师同样是先被迷幻剂迷晕，而后被人用与本案相同的寄生手法勒死在了浴室里。从相似的作案手法看，大雷推测4起案件级别可能是同一人所为。凶手应该是以性爱为诱饵，对猎物进行寻找和诱捕，以此为切入点。调查组开始对遇害者们的生活圈进行排查。果然，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浏览暗网发现，最近3起案件的受害者都与同一女陈美凤在私下保持着稳定的不正当关系，而雷涛也认识这个陈美凤。陈美凤的女儿安琪和雷涛的女儿雨轩是同学，于是雷涛来到了陈美凤家了解情况，恰好只有安琪自己在家。安琪说父母工作忙，很多时候她都是一个人在家，她早就习惯自己待着了。就在这时，穿着一袭红裙的陈美凤回来了，她走路摇摇晃晃，显然是喝了不少酒。但是当看到3名死者的照片时，陈美凤瞬间清醒了不少。我都认识，一个是我的美发师，一个是我的健身教练，而另外一个是我在夜店认识的朋友。但面对警方的怀疑，他表示自己虽然有一定嫌疑，但那些男人每次遇害的时间，他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。虽然美凤洗脱嫌疑人身份的证据无懈可击，但富豪能容忍自己的老婆有这样混乱的生活状态吗？在进一步与美凤的沟通中，叶警官了解到，原来富豪早已对他冷漠多年。美凤虽然性感惹人，但富豪对2人之间的夫妻之事早已没了兴趣。寂寞难耐的美凤只能不断从其他人身上寻找安慰。美凤这样的遭遇令同为女人的叶警官感到一丝心痛。警方进一步推断，会不会正是美凤这样的生活状态，致使富豪丈夫对跟她接触的男人恨之入骨，进而痛下杀手呢？带着这样的分析，警方第2天便直接来到富豪公司，对美凤的情况也是直接全盘托出。没想到富豪直接承认自己确实有错在先，也确实因心怀愧疚，对目前妻子混乱的私生活状态置之不理。但他同样提到，自己多年前经历过一场大病，痊愈之后的他，在男女之事上突然变得力不从心。现在的他已经全身心将精力投放在事业奋斗上，而心灵上早已仿佛被阉割了一般。面对富豪这番解释，大雷却认为更加大了他的嫌疑。富豪不但从动机上对那些能与他老婆享鱼水之欢的男性具有恨意，而且他作为拥有稳定经济实力的嫌疑人，接受调查时带着的正是在3起命案现场出现过的价值不菲的阿玛尼领带。正当大雷决定将案件侦办的主力点放在富豪身上时，却传来了一个打乱所有计划的消息：美凤居然成为了凶手的第4个猎物。她死在了2楼的卧室，同样是被阿玛尼的领带勒死的。生前曾发生过性行为，女儿安琪也遭到了性侵，由于脑部受损，目前还处于昏迷状态。随后警方调取了小区的监控，发现昨晚老周的司机张辉曾经出入过陈美凤家。难道凶手就是张辉吗？警方很快确定了张辉逃离的方向和具体位置，
不过张辉是侦察兵出身，具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。他趁着雷涛落单时偷袭了他，不过好在林心义支援及时，两人最终成功的将张辉带回了警局。张辉称之所以逃跑，是害怕被当成杀害陈美凤的凶手。那天是陈美凤约他来家里喝酒的，喝完之后两人顺理成章的发生了关系。之后他感觉昏昏沉沉的特别累，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。等醒来的时候，就看到了陈美凤脸上盖了一块丝巾。他掀开丝巾一看，竟然发现陈美凤已经被勒死了。他当时非常害怕，想去找安琪，结果发现安琪也是满头是血，吓得他赶紧穿上衣服就跑了。化验报告显示，陈美凤和安琪指甲内提取的人体组织以及精斑残留与张辉的 DNA 对比一致，但是雷涛认为张辉并不具备作案动机，更没有必要杀人。而就在这时，法医也发现了一个疑点，陈美凤虽然也是被领带勒死的，但是凶手给她化过妆容，整理过仪容，似乎不想让她死得太过狼狈。就在这时，又一名受害者出现了，男子同样也是陈美凤的情人，但是这个男子比较命大，被路人发现之后侥幸逃过一劫，而企图杀死她的正是陈美凤的丈夫老周。很快警方就把老周抓获，而老周也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。可是当他描述起作案过程的时候，却让雷涛察觉到了不对劲。有着多年刑侦经验的大雷却始终无法被这个结果说服。他不断的复盘案件的过程，一遍又一遍的梳理案件逻辑。突然一个在案件最初被他提及的细节重新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打电话拜托同事查询了3年前被杀的化学老师的学生名单，安琪的名字赫然在列。看到这个结果，大雷的神情放松了下来，因为这次他终于明白这一切扑朔迷离背后真正的真相。他来到富豪的家中，发现安琪正在卧室浓妆艳抹地打扮着自己。平日纯真甜美的安琪，此刻却显得那样性感妖媚。安琪一字一句地向大雷讲述这个尘封在多人心中的真正故事。原来多年前，常年在异地奔波的富豪出轨年轻情人，巨大的打击致使美凤终日在家郁郁寡欢。而安琪为了让母亲能重新燃起对生活的乐趣，鼓励母亲也多去接触其他男生。谁曾想这一切居然是噩梦的开始。孤独的母亲开始疯狂地约会各种情人，来填补自己空虚的内心，到最后甚至平凡到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女儿。某天，安琪在老师家中辅导功课时，化学老师骗她喝下有迷情作用的致幻药剂，并和安琪玩起了窒息游戏。谁曾想深陷药剂作用的安琪，居然在过程中直接失手勒死了老师。这次事件让安琪对多次伤害她的男人彻底产生了恨意，也让她感受到了性和致幻剂的威力。3年后，她开始假借母亲的名义约各种男人，并在与他们约会时用口红中早已涂好的药剂将他们迷晕，而后实施一系列犯罪行为。用的工具正是父亲淘汰在家不再戴的旧款阿玛尼领带。就这样，当他在一次次犯罪过程中恨意得到极大释放，不断获得极大满足时，意外出现了。他发现母亲好像已经察觉到了自己的问题，因为害怕母亲将自己揭发，也怀着对母亲的恨，他趁一次母亲与司机私会时，用加药的葡萄酒将2人迷晕，而后残忍地将亲生母亲杀害，并把罪行嫁祸给了司机。本以为这又是一次不露痕迹的犯罪，谁想察觉到异常的父亲担心女儿的罪恶在层层调查下终现原形，也怀着因自己犯错毁掉女儿的歉意，居然选择主动投案自首，替女儿独自承担一切罪名。而正是父亲对女儿血浓于水的亲人之爱，在最后一刻唤醒了安琪内心仍存的善意，满身伤痕又扭曲变态的她，终究还是选择坦然直面自己犯下的一切罪恶。在被带去警局的路上，父亲与安琪擦肩而过相遇，这一刻父女2人相拥而泣，而这是恨的消解，更是爱的相融。